火凤凰天生适合孵蛋。支起摊位的第一天，我就立下了一个小目标，先赚他个1亿块零食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，我是火凤凰燕燕。在凤凰中，金凤凰血脉最高贵，而我们火凤凰早年也是大家族，但因为数万年前的战乱，早就没落了。现在只剩下我和奶奶。奶奶年事已高，身体越发虚弱，我得赚钱给她治病。于是我出去认真调研了一番，发现家家户户都在孵蛋。果然，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。村头阿花是我的好友，我过去探望她时，她一边坐在蛋上，一边招呼我：燕燕，快来陪我聊聊天，我都快无聊死了。无聊就出去走走呀。我抬腿就想走，她一把拉住我的脚，死死抱住，语气既幽怨又狂躁：你当时我不想吗？这可是春天，春天是最适合孵蛋的季节。如果我这会儿不好好孵蛋，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孵出来了。我都已经坐在家孵了5年了，痔疮都孵出来了。这倒也不必说的这么细，我还没有蛋呢。这不是分分钟要劝退我吗？他抱着我的腿，哭诉了大半天。突然，他一脸便秘的表情，我想去卫生间，你替我一下。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被他拽到蛋上。别说，蛋壳表面滑滑的，但是又带有一点点磨砂的质感，我忍不住伸手摸了一下。突然，我听到细微的声音，好像是从我屁股下传来的。我表情有些石化，不是说很难孵出来吗？奶奶，我害怕，我要成为抢别人夫君的坏凤凰了。我拔腿就跑，然后撞上阿花。蛋，你的蛋。我的蛋怎么啦？阿花很慌，赶紧跑进房间。然后我就听到她高兴的笑声，哈哈，我的小夫君终于出来了。然后就是一阵啵啵声。至此，我才知道，并不是孵蛋就会被认定为妻子的，关键是第一眼。我也才知道，火凤凰的体温高，别人孵1年可能还没有我孵1个月的效果好。这不就是天降发财之路吗？于是，阿花的夫君孵出来的这天，我和阿花都笑得像个傻瓜。我转身就去了神凤婆婆那儿。我们族的蛋都是在神凤婆婆这购入的，她的蛋价格公道，品质上乘，孵过的无一不是好评。琳琅满目，摆放整齐，我逛了一圈，生意果然不错。那说明我的生意肯定也不错。我喜滋滋地往回走，却又被神凤婆婆给抓住。燕燕，来都来了，干脆带个蛋回去嘛。看看人家这话术，怪不得生意好。我没钱。没事，婆婆这儿什么价位的都有。我只好把自己羞涩的口袋翻了出来，1块零食都没有。神凤婆婆嘴角一僵，但还是笑着说：婆婆和你奶奶是老交情了，这样吧，婆婆送你一个。我顺着她的手势看了过去，是一颗黑蛋，其他蛋都在货架上，就她一个蛋呆在角落，看上去有几分可怜。真不要钱。得到神凤婆婆的肯定后，我秉着不要白不要的心态带了回家。实践出真知，要想开蛋孵业务，首先得拿个蛋试试手。所以当阿花带着她的小夫君过来看我时，我正在卖力孵蛋。阿花看到我时很震惊：燕燕，你居然开窍了，你居然想要夫君了。我没有，别胡说。但是当着奶奶的面，我生生忍住没反驳。给我看看你的蛋。说着，我又一把被拽了起来，速度之快让我不禁怀疑自己是否是营养不良，一拽就动。我正在沉思，就听到阿花惊呼：怎么会是这个蛋？咋啦？你认识？这是少族长退回去的蛋。不信，你看看蛋下面是不是有一点点的裂痕？我仔细扒拉了一圈，确实有一点点，但简直是肉眼难辨的程度。通过阿花的叙述，我才知道这是少族长在外历练时捡回来的。通常孵蛋短则3、5年，长则9、10年，但是少族长整整孵了30年，才终于看到了一点点希望，得到这么一点点裂痕。他坚持不懈，又孵了10年，却依旧没有动静，才气得丢给了神凤婆婆。之后也有人去尝试，但是都没有用。都过去近100年了，别人的夫君早出来了，这颗蛋却还是颗蛋。心累，孵蛋第1天就想放弃，怎么办？阿花走后，我看着这颗圆滚滚的蛋，
还是坐了上去。别问，问就是穷。我坐在蛋上，犯起了春困。1个盹，2个盹，3个盹。夏天还没有来到，我的蛋却开始发热了。黑黢黢的蛋壳上还隐隐透着红光，看起来像是打了腮红。我摸了摸蛋，也得亏是我，其他凤凰都要被你烫死了。然后就感受到手下蛋开始剧烈的颤动，裂缝变大，红光变亮。这是啥呀？狮头、鹿角、虎眼、龙鳞，4不像。我和蛋壳里的生物面面相觑。突然，它动了，一下就跳到了我的怀里，开心地蹭了蹭我，还舔了舔我的脸。我有些害怕，忙喊：“奶奶！”奶奶进来一看，天呐，燕燕，这可是麒麟！麒麟，已经灭族的上古神兽。得知他的身份后，我再看他，一点都不可怕，威风凛凛，帅气无比。我就说嘛，这可是我火凤凰的夫君，能差到哪儿去呢？我兴奋地跑了出去，小麒麟在后面紧紧跟着我，浑身发着红光，脚下还踩着神火，别提多拉风了。不到1日，全族都知道我短短2个月就把夫君孵出来了，还是只火麒麟。趁着大家都要来我家参观这灭绝数万年的神兽，我连忙在家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：燕燕代孵业务。后面还跟了一行小字：没有我孵不出的蛋，价格公道，品质保证。没想到我接到的第1单生意就是少族长的单，这可不就是前女友找上门吗？我看了看怀中的罪魁祸首，他倒好，啥也不知道，睡得正香呢。俗话说，顾客是神，不能跟钱过不去。于是我笑脸盈盈地打开门，只见他身着流光雨衣，头顶金色凤翎，一看就很有钱。燕燕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态度还这么好，一点也没有提起我家黑蛋的意思，看来是我小人之心了。我忙说，少族长客气了，您说。他摆摆手，叫我凤心就好。3斤，这个名真不错，我喜欢。只见他从衣袖中拿出一个小小的蛋，上面竟还带着水纹，一看就不是凡品。怪不得人家一点都不在乎我家麒麟，人家这蛋里保不准还有更好的呢。我放下心来，我这颗蛋刚开始孵，不到2年，但是魔界近来骚扰我族边界，我不得不前去探看。都说孵蛋要一鼓作气比较好，所以原来还有这种说法。那我家黑蛋呢？近100年来，不知被遗弃过多少次，怪不得别人都说麒麟生来开智，可以化形，他却一脸懵懵懂懂的样子，和传说中并不相像。在我的怒视下，他声音越来越小，脸也越来越红。终于没忍住，他向我和小麒麟道了歉。我摸了摸小麒麟的头，他亲昵地蹭了蹭我，很是乖巧。算了，要不是他们遗弃他，麒麟这样的神兽哪能轮到我孵来当夫君呢？以后我会加倍对他好的。所以你需要我帮你孵蛋？他点了点头，从兜里拿出了一袋极品灵石，鼓鼓囊囊，看起来至少价值500万块普通灵石。这里是定金，剩下的一半我会在事成之后支付。我本来还想再刁难刁难他，但是不怪我没出息，实在是他给的太多了呀。我咽了咽口水，连忙接下灵石。您就等好消息吧。少族长走了，那袭雨衣把我家院门都扫得干干净净，很是拉风。等我有钱，我也搞一件，都不用扫地了。有钱的第一步就是把这颗水蛋给孵出来。我盯着看了好久，有点小，不同于我家麒麟蛋的黢黑结实，这颗蛋看起来就有些柔柔弱弱。我不会把它给做破吧？我虽然开了代孵业务，但毕竟就孵过1个蛋哦，还有阿化甲的，但其实也没什么经验。要是做破了，别说发财了，3斤不找我拼命才怪。他可是我们族的战神来着，那我岂不是要被打死？我在水蛋旁边围了一圈厚厚的枯草，再小心翼翼坐上去。别说，小样还挺结实的，这么小的蛋，我一个屁股能孵2个，为什么不多来一个？这样我就能打1份工，拿2份钱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怀中的小麒麟终于醒了。他睁大眼睛，他吸了几口气，似乎闻到了陌生的味道，然后从我怀中跳了下去，伸出萌萌的小爪子，想把我推开。我顺从地挪开，没办法，自己的夫君自己宠。屁股下的蛋暴露无遗，小麒麟把蛋从草堆里滚了出来，
一爪子就想拍上去。我赶紧拉住，我的小乖乖，这可值1000万零食呢。我哄了哄吃醋的小夫君，然后继续孵蛋。我的药，过一会儿，我突然想起给奶奶包的药应该已经好了。我抱着小夫君去端药，我把药端开时，火苗烧了起来，小麒麟赶紧往上一窜，差点把我药罐都给撞倒。我突然有个困惑，我这小夫君真的是麒麟吗？毕竟哪有麒麟怕火的？奶奶给了我肯定的回答，不，它就是麒麟。我不信，还去翻了各种书籍。狮头，对；鹿角，对；迷身，对；龙鳞，对；红光，对。我在所有特征后都打了一个勾，除了熄火这一条，所以它确实是麒麟没错。真奇怪，1个月过去了，小麒麟也长大了一点点。这天，我从卫生间出来，又看到小麒麟在扒那颗水蛋。都这么久了，它还是容不下它吗？我叹了口气，伸出手把小麒麟捞了起来，把它丢到一旁，坐回去继续孵蛋，然后发现屁股下面触感不对，低头一看，小麒麟居然趴在草堆里。见我又想把它拎走，小脸皱成一团，可怜巴巴地看着我，眼睛里还闪着泪光。看到我的小夫君这个样子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完了完了，我不会是恋爱脑吧？我一边狠狠地唾弃了自己一番，一边用传音石给3金发了消息，说自己这单估计做不了了。3金一听，把那边安排好，就赶了回来。身着金色盔甲的3金一脸忧愁，抱起水蛋，燕燕，你都不能帮我的话，我真不知如何。然后就听到了咯的一声，居然水蛋发出来的。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小麒麟拽着我的裤脚就往外拉。所以你是知道水蛋要破壳了？我站在房门外，蹲下摸摸小麒麟的头，他点了点头，漂亮的眼睛里盛满了委屈和对我的控诉。虽然很对不起他，但是真的好像小狗狗啊。扑哧，一想到我把这么尊贵的神兽看成狗狗，我就忍不住笑出了声。然后对上他清澈困惑的眼眸，我连忙安抚道，对不起，不是笑你，我只是想到有你在旁边，就不用担心把客人的蛋孵出来了。越说越高兴，我忍不住亲了一口他的脸蛋，没想到他原本就透着红光的脸蛋还能再红上几分，他还害羞地低下了头。我这小夫君真可爱啊！3金带着刚出蛋壳的小水龙出来向我道谢。其实道谢什么的不重要，另一半定金赶紧交付才是真的。好在3金还是很上道的，爽快地递给了我零食。最近魔界太不安分了，我都要愁死了。好在总算有了一个好消息，真是多亏了你啊！3金，你这样我都不好意思了，要不你别给那么多。开业大吉嘛，别客气，我还要急着回去呢。这下真不是我贪，是人家非要给我的。等他下次再来，我就给他打个折吧。不，等他的女儿来的时候吧。得到一笔巨款，我连忙给奶奶请名医，买名药。好在神医说奶奶身体补一补，好好调理就行，我总算放下心来。我还给小麒麟买了一堆营养品，希望他能快点长大化形。第2单生意很快就来了，是阿花的姐姐，又是一个有钱人呀。孵蛋非常顺利，我喜滋滋又赚了一笔。第3单一次性来了俩，是一对双胞胎凤凰，说2人要照顾生病的父母，实在是不方便孵蛋。听闻2位老人都是在数万年前那场大战中受的伤，近来伤病复发了。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父母，他们也是在那场大战中去世的。而麒麟一族更是为了打败魔族，举全族之力封印了魔王，才让我们勉强战胜。我看着2个蛋有些为难，我很想帮你们，但是2个蛋，我实在是……爱莫能助几个字还没有说出口，小麒麟就开始拔我的衣袖。双胞胎凤凰也说可以慢慢孵，让我不要急，言辞恳切，让我说不出拒绝的话。而且由于他们父母生病，开支巨大，我也不忍心多收钱。创业前我一心当首富，创业后才发现我没有想象中那么爱钱。做生意嘛，口碑最重要，这单我接了。为了不给他们造成心理负担，我象征性收了一点点零食。我开始孵蛋了，往常我孵蛋时，小麒麟都喜欢在我怀中睡觉。
但是近些天他长大了不少，也重了许多，就自己在旁边趴着陪着我。只见他这次凑近另外一颗我还没来得及孵的蛋，左闻闻，右闻闻，偷偷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就一脸勉为其难地坐下去。他在干嘛？我满脸问号，他不会是在学我孵蛋吧？麒麟孵蛋。他看到我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，非常不开心，用爪子指了指我，再指了指自己，比划了几下。我还是不懂，但是看他这样比划的样子，真的很可爱。在发现我始终不能明白他想法的事实后，他急了，脱口而出：“你孵一个，我孵一个，我们比比谁更快。”我完全没有认真听他说了啥，冲到他面前：“小黑蛋，你会说话了！”他更是一脸震惊：“真的，姐姐，我真的会说话了哎！”我连忙鼓励他试试变形。果然1秒之后，一位红色短发的俊美少年出现在我面前，眉如远山，目似明星，桀骜不驯的气质与红衣相得益彰。但是他冲我一笑，刹那间，我仿佛看到满山的红玫瑰，春天凝聚在他的眉眼，令人沉迷。我看呆了，这竟是我的夫君。他扑了过来，一把抱住我，我终于化形成功了，以后就可以换成我来抱姐姐了。说完，他就松开我，跑到蛋前坐下。不是，帅哥，你化形成功就是为了来帮我孵蛋吗？而且你这动作看起来真的有些像在蹲坑。好吧，蹲坑的帅哥也依然算是个帅哥。我猜我这样蹲着一定更丑，所以我现在把他赶出去，还来得及吗？姐姐，你可以别叫我黑蛋吗？我叫赤晨，你可以叫我赤赤。果然，撒娇男人最好命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直接就答应了。虽然我觉得黑蛋比赤赤更好听，但是谁让宠夫君是我们凤凰一族的优良传统呢？我以为他是在和我开玩笑，毕竟他时不时就变回原形。虽然他说这样能更好的孵蛋，我看明明是更好的睡觉吧。不过麒麟4只爪子紧紧抱住蛋，然后闭上眼睛小气的样子，真的好萌呀。结果不到2个月的时候，他就不愿意再碰那个蛋了，对我更是严令禁止，不许我靠近那颗蛋1米远。再过半个月，他就让我联系双胞胎来接蛋，我简直难以置信。你确定吗？真的快出来了吗？他点了点头，非常肯定，这就是2只普通小狐狸，带回去孵1天就能破壳了。果然如他所说，第3天我就收到了双胞胎送来的锦旗。哎呀，应该的应该的，这是我的工作，还送什么锦旗啊？不过都带来了，那就留下吧。我一边客套，一边把锦旗递给赤晨。等双胞胎走了，我让赤晨帮我挂起来。正所谓金杯银杯不如顾客的口碑，这面锦旗可是能够给我节省一大笔营销费呢。打开一看，差点没把我吓死。古有女娲造人，今有燕燕孵蛋。啊，这不至于不至于，我怕还没有挂出去就被打死了。我赶紧让赤晨收起来，然后忍不住吐槽，就不能通俗易懂的写一点我能挂出去的吗？比如燕燕孵蛋，3月孵俩什么的。赤赤，你小子是不是在嘲笑我没文化？没有。他轻咳了2声，然后摇了摇头。我都看到你笑起来的那2颗大牙了。我气得抬起手想打他，却被他一把拽住，然后拉到怀中。他化形后比高我1个多头，他低下头，热气洒在我脖子上。没想到我怀中的小夫君居然长这么大，从我怀中的萌宠小可爱变成一个成熟有雄性气概的男子。这种反差萌的张力完美戳中我的点，我的脸刷一下就红了。他的手指从我额头上滑到我脸上，然后打了个圈，来到我耳朵处，轻轻揉了揉耳边肉。姐姐，你耳朵都红了。我羞愤的一把推开他。我不是笑你没文化，我是笑你可爱。他一本正经的解释，收敛起不羁的气质，就连红发也显得不再那么肆无忌惮。说着，还举起手发誓，在我眼里，姐姐永远是最美最可爱的。我正感动着，他又补了一句，哪怕在孵蛋和蹲坑的时候也一样。真是谢了，气得我一拳打了出去。所以孵蛋确实看起来很像蹲坑，完了完了，我那美丽迷人的御姐形象呀，全毁了。有了赤晨的帮助，我们的孵蛋速度越来越快，而且我也不需要担心会误把别人的夫君给孵出来。我成了我们族有名的创业新青年，
奶奶也很高兴，身体状况也不断好转。这天，一个最让我意想不到的人敲开了我的门。族长，我说话都有些结巴了，但是作为一个正经凤凰，即便面对强大势力，我也不能怂。于是我清了清嗓子，鼓足勇气发问：族长，您这样对得起您的夫君和少族长吗？族长嘴角的笑容瞬间凝固了。傻孩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所以不是为了孵蛋吗？那来找我干嘛？难道我都已经红到族长都想来投资一笔了？我得意极了，开口道：族长，我们这买卖可不接受投资哦。他笑着摇了摇头，我不是来投资的。这下我有些懵了，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族长到底想干嘛？我是来请你帮个忙的。见我疑惑的眼神，他叹了口气，收起了笑容。燕燕，你知道近来魔界一直频频侵犯边界吧？我点了点头。魔界害我父母，灭了麒麟一族，我与他们有着不共戴天之仇。有什么是我能帮的吗？魔族怕火，所以火凤凰和麒麟一族一直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们当年才会对你们父辈赶尽杀绝。族长的意思是，需要我和赤尘上战场助力吗？我们绝对义不容辞。我们是需要你们，但是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你们去完成。他接着又提出一个问题，你们知道如果打起来，我们神界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？我摇了摇头，是人数。不是差不多吗？虽然现在神魔两界人数乍看差不多，但是神界差不多一半都是需要孵化的，尤其是我们凤凰一族。不仅孩子需要孵，夫君也需要孵，在孵蛋过程中难免有所顾虑，战斗力会大打折扣。所以这么算下来的话，我们能上战场的人数其实是不够的。但是我能帮忙做些什么呢？他肯定地点了点头。燕燕，你很聪明，我们希望你扩大业务。扩大业务？我有些困惑。不仅是帮忙代孵夫君，还帮大家代孵宝宝，还可以这样？我眼睛都亮了起来。这可都是钱呀。不过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，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谢谢族长，可是单靠我和赤赤两个人，实在是孵不了那么多蛋。你可听闻降火？降火不是已经消失的神火吗？赤尘突然说话。你说的没错，但是前2年有消息说在西池秘境看到了，我希望你们去看看。说着，族长拿了一把钥匙交给我。族长走后，我围着赤尘转了一圈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赤尘有些慌，连忙摆手。不是的，我只是模模糊糊对几个词有了一点印象，但是又不知道具体是啥，但是我总感觉西边曾经发生过什么。我的小夫君都这么说了，我当然得陪着。西池秘境，好奇怪，我从踏进秘境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，而且很难受。越往里走，难受的感觉更强烈。快走到秘境中心地段时，我感觉胸口开始灼烧。赤赤，我实在是走不了了。我瘫倒在地上，面露难色。赤尘连忙让我平躺下来，捏了个保护咒，然后去附近找水。这一路上都是他在保护我，也是在这，我才意识到麒麟确实是世间最强大的神兽，哪怕刚成型不久，法力也很高强。赤尘走了之后，一只小喜鹊慢慢飞到我面前，给了我一颗果子，示意我服下。很奇怪，吃完之后就感觉十分清凉，胸口也不痛了。小喜鹊翅膀扑通扑通的，似乎想给我带路，但是我要等赤尘。好在不一会儿，赤尘就回来了。小喜鹊一看到他，就缩成一团，不敢吭声。看来他怕麒麟，为什么呢？我轻轻安抚他，然后打了赤尘手臂几下，证明麒麟人很好，不会伤害他的。赤尘莫名挨了我一顿打，眉毛一挑，有些困惑，但也没有反抗。喜鹊在我的安抚下，终于同意带我们一起去。那是一地废墟，寸草不生，只有残骸。我捡起地上的一片羽毛，烧的也只能看到一点点了，但是依然可以辨认是火红色的羽毛，和我身上一模一样。这是火凤凰。啪嗒，我的泪不知不觉就滴了下来，落在了羽毛上，瞬间把我带到了数万年前。2只麒麟跑进了西池秘境，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一大片黑雾。你们把我们的魔王封印了，还想跑？
2只麒麟很快就被追上，细看，一只身怀6甲，另一只伤痕累累。我们夫妻俩能一起死也是幸事一桩，可惜的是我们的孩儿未能出生，我们麒麟一族要灭亡了。死得其所。2人相视一笑，准备迎接死亡。然后就看到3只凤凰闯了进来，父亲母亲，我忍不住哭出声音。而那只小凤凰眉心的火苗纹似乎是我。凤凰们一起把黑雾打散，但是为首的魔将很快就召集了更多魔族。我把所有魔兵都召集过来了，我们拼尽全力，也要让你们麒麟一族和火凤凰全部灭亡，等未来我魔王重出之日，将无人可挡。呸！我娘亲狠狠地唾了一口。所有人厮打了起来。突然，怀孕的麒麟痛苦地大喊一声，然后倒在地上，竟是动了胎气。魔族一下就占了上风。我父母和雄麒麟一起给雌麒麟设下屏障，然后不要命地打起来。血，到处都是血。我眼看着父母身上的伤越来越重，心如刀割。好在雌麒麟还是顺利产下蛋，他示意我们把蛋带走，不用管它。说完就自爆给我们炸开一条路。我们带着那颗黑蛋快速逃跑，但是寡不敌众，更何况我们都受了重伤，还是被魔兵追上了。我父母和雄麒麟对视一眼，就把我和蛋丢进一个山洞，然后给我们加固了几层保护屏障，叮嘱我一定要护好麒麟蛋，就冲了出去。我看着画面里小小的自己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却还是很乖地抱着蛋，护着蛋。然后就看到火烧了进来，烧了方圆数十里，把所有魔兵都烧了干净。这是诸火与降火的力量。都说凤凰涅槃，但是我父母都已经涅槃过了，这火是他们的催命火。他们3竟是要与魔兵同归于尽。火的温度让我也难以忍受，我只好变回凤凰的本体，死死护住蛋。凤凰涅槃是成年凤凰在受到外火刺激时燃出自己的诸火，再熬上749天才能实现。但是那时的我才2000岁，还是个孩子，受到外火的刺激，生生逼出了诸火。但因年岁尚小，体力与法力都不足以支撑诸火燃烧49天，所以我在烧到第24天时就失去意识，昏迷过去。而昏迷后，我就无意识地松开了手，黑蛋从我怀中滑了出去。1个月后，奶奶终于找到了我，把我带了回去。等我醒来，我已经失去了全部记忆。而黑蛋则沉睡了几万年，等到少族长在此处历练时才捡了回去。看到画面，我自然而然地恢复了记忆，我才终于明白，为何我成年后也毫无要涅槃的迹象。毕竟，我其实算是凤凰一族最早涅槃的凤凰。好吧，也是目前唯一一只没有涅槃成功的凤凰。赤尘小小翼翼地靠近我，低下头，姐姐，都是我们连累了你父母，也害得你。我打断他，不是的，我不喜欢你这么说，也不喜欢你这么说我父母。我父母所作所为并不是简单的见义勇为，也不是什么兄弟情深。我们火凤凰的格局可是很大的。魔族怕火，最怕的就是你们麒麟和我们。魔王只是被封印住了，并没有死亡，所以我们2族都有更重大的使命，绝不能灭族。我父母保护的不是你，是我们神族的未来。我知道了，姐姐。赤尘点了点头。那就带路吧。我示意赤尘走前面。我不是故意隐瞒的。我拍拍他的肩，安抚道。我知道，你怕火吗？赤尘怕火，我刚发现时有些不能理解，不过现在已经揭开谜题了。麒麟在蛋中就能感受外界，在他心里，火会带走人生命，自然惧怕。正如小喜鹊总认为魔族这些坏人是麒麟带来的，所以害怕。小喜鹊可以面对，我相信我家夫君更加可以。很快，我也反应过来，赤尘中途找水回来，身上有不一样的味道，那是降火。赤尘果然见到了火种，他指着一处山洞说，就是在这儿。我刚刚经过时，发现里面偶有红光，就好奇去看了一眼，但是看到是火，我明白。我微笑看着他，我可以等你做好心理准备再进去的。他嘴角挑起一抹笑，我之前是不知道原因，现在我肯定不怕了，我可没有那么弱。说着，他就径直走了过去。火凤凰对火的气息很敏感，但是降火毕竟是麒麟一族的神火，
他连辨认都不需要，非常果断地选择了每一条路，遇到岔路时也毫不纠结。一片岩浆横在路中，咕噜咕噜冒着泡，但是这对我们来说毫无压力。我恢复本体的样子，让赤尘坐上来，在他飞过去。谁想快飞到时，窜出一条大蛇，吓我一跳。赤尘则瞬间飞跃过去，骑在大蛇的7寸处，然后踩着蛇的背往上走，猛戳蛇眼，大蛇刺痛，疯狂地挣扎。姐姐，快！我见状，连忙飞去火种附近，伸手去拿，但是似乎有屏障，我被弹了出去。赤，不行，换你！我飞去大蛇处，吸引蛇的注意力。赤尘趁机拿出短剑，刺中大蛇的7寸。大蛇用尾巴重重地将赤尘摔下，然后吐出一口毒液。我心头一紧，只见赤尘迅速滚了一圈，避开了。我赶紧变成人形，握住短剑，再往里扎深了1尺，然后死死握住剑柄，避免被它摇下来。就是现在，赤尘飞奔向火种，摸了一把额头上的伤，将血滴在火种上，火种瞬间发出强烈的光芒，仿若白昼。等到光亮逐渐减弱，我睁开眼睛，发现降火从赤尘手心升起，他一掌拍向大蛇。大蛇见他把降火给降服了，便温顺了下来，生生挨了一掌。算了吧，他也是为了守护火种，我们走吧。我恢复本体，带着赤尘飞回家里。迎接我们的是族长和族人们的欢呼声。奶奶得知我恢复记忆后，激动而悲伤。赤尘得到了降火，神火不同于普通火焰，不仅可以用来孵蛋，而且能随着赤尘的心意随意调节。于是我们反复试验，搭建了几个特殊的孵蛋棚，在棚中安置特殊的装置，直接根据蛋的类别放置不同温度的降火，在快要孵化前交还给顾客。仔细调整试验后，成功了。于是我们终于放心地扩大了代孵业务，不仅代孵夫君，而且代孵宝宝。过了数百年，我成了凤凰族的首富，凤凰族的人口也越来越多。但与此同时，魔王的封印开始松动，魔界的动静也越来越肆意。两界之战仿若悬于头顶的炮仗，一点就着，一着必伤。我心中忧虑，我是经历过数万年前的那场战争的，战争无情，伤亡惨痛，而我现在仍然很弱，控制不了诸火。我心中渐渐升起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但是我现在不仅仅是一只凤凰，我还是赤尘的妻子，我得为他和奶奶考虑。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，我终于怀揣了个蛋。是我自己的蛋。是赤尘第一个发现这个事实的。我近来更加嗜睡，但是我以为是普通的春困，他却非要在神医前来为奶奶诊治时，让对方帮我也看看。得知我真的怀宝宝了，他高兴地一把抱起我，转了好多圈。看着他的笑脸，我也格外开心。赤，我希望你永远快乐，有我没我都快乐。生蛋的那天，赤尘一直在旁边守着我，没想到一生就是俩，一颗凤凰蛋，一颗麒麟黑蛋，这可真是莫大的惊喜。我给他们取名安安、宁宁，这是我作为娘亲给孩子最美好的祝愿。在孩子们破壳的第2个月，凡是有战斗能力的成年凤凰几乎全加入了军队。我也下了决心，我把孩子们托付给了奶奶，然后拉着赤尘飞到了西池秘境废墟处。我们来这儿干嘛？赤尘满脸困惑。我冷着脸开口道，动手吧。姐姐这是何意？赤尘好看的眉皱了起来。放降火出来吧。赤尘虽然还是没能理解到我的用意，但还是默默在掌心凝出降火。烧我。烧。我点了点头，是的，放火烧我，就像当年一样，放大火出来。赤尘的手开始颤抖，不行，不行。我一把拽过他的手，按到我的胸口。这种被灼烧的感觉，和我踏进秘境时一模一样，仿若回到了数万年前。我忍着剧痛，断断续续地说，帮我完成涅槃。不行，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，你可能会被烧死的。赤尘双目通红，青筋爆出。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，我是这世间唯一一只涅槃到一半就停下的凤凰。我也不知道再烧一次是会续上涅槃，还是会直接烧死我。但是知道了过去的记忆，我实在是无法接受现在这样无能为力的自己。
战争一触即发，作为魔族曾经最怕的火凤凰，我必须站出来。降火慢慢弱化，我冲赤尘摇了摇头，然后扯下发簪，抵住自己的脖子。帮我，不然我现在就死。见他没动，我直接把发簪扎了进去。我帮。赤尘泪流满面，但还是重新聚起降火，他的手颤抖得十分厉害。再大点，再大点。我伸手握住，给他力量。火力逐步加大，火苗从脚底冲到头顶，我听到了头发燃烧的声音，闻到了皮肤灼烧的焦味。好痛啊！一瞬间我痛到面目狰狞，但是我很快就咬紧牙关，强忍着不表现出来。我看到火苗外的赤尘跪在地面，失声痛哭。别哭，我会好好的。我慢慢张开口，试图用口型告诉他别担心。火势越来越大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背了过去，不忍心让赤尘看到我失控的样子。你走吧，好好照顾好安安和宁宁。我恢复了凤凰的本体，羽毛也一点一点慢慢燃了起来。我体内的诛火终于被激发出来，但是诛火带来的痛比降火更甚3分。诛火是由内向外的，从五脏六腑先燃起，专挑最脆弱最柔软的部位。啊！我烧到张开口试图大叫，但是我已经发不出声音了。但是痛着痛着，我又露出了微笑，仿佛回到了数万年的那场大火。爹娘，孩儿一定会把魔族粉碎的。意识慢慢涣散，但是突然我听到了一阵竹笛声，仿若山间清风，吹来凉意，是赤尘。我清醒了几分。我用力咬破唇角，血流了下来。我一定要熬过去。赤火烧了49天后，慢慢自己熄了。凤凰涅槃完成了，我从未如此神清气爽过，身体里仿佛有使不完的力。我伸出手，烛火在掌心燃起。我成功了。在一旁默默守着的赤尘见状，也终于敢靠近我，跑了过来，抱紧我。安安比我想象中还要聪明，我才知道麒麟生来不仅开智，还能化形，并且能控火。他破壳后不久就变成5、6岁小孩子的模样，整天抱着宁宁小凤凰跑来跑去，宁宁的翅膀都差点成了摆设。安安控制降火也很厉害，他现在就已经能够帮忙孵蛋了。家族事业也不用我们担心了，安安小年纪已经可以养妹妹和父母了。我实现了躺平有钱的心愿，但是我把赚来的大半部分零食都捐了出去，给同胞们置办盔甲、兵器。战争开始了，我把蛋们交给了安安和奶奶，然后与赤尘站上了战场。数万年前的那场战争，就在今天彻底了结吧。族长带队在前线厮杀，我、赤尘和3金夫妻隐去气味，悄悄飞入魔王封印的地方，在旁边隐藏起来。这处附近自然也是有不少魔兵驻守的，来回巡逻，生怕有人来加固封印。但是我们志不在此，我们要的是魔王的命。我们寻找出封印最薄弱之处，然后悄悄给他破了一点小洞。4人死盯着那处，果然魔王冲破屏障，从此处飞出。就在洞口处，3金的夫君水龙用法宝龙筋把魔王捆在洞口，就这根破绳子也想捆住我。下一秒，魔王就被打脸。龙筋？你们哪儿来的？龙筋是世界上最牢固的绳索，无人能挣脱。但龙筋只有龙族的皇族在成亲之日，心甘情愿地由爱人一刀一刀从心口拨开，才能得到。龙族人口少，皇族更少。但是最难的是，龙族生性多疑，要他100%爱对方，相信对方几乎是不可能。还要对方下得了手，毕竟稍不留神，龙族可能就会殒命。所以100万年间，龙筋只在古书上出现过一次，所有人都觉得这只是个传说，并不能实现。因此魔王才会在第一步就放松警惕。想不到3金魅力还挺大嘛，不愧是我们凤凰的少族长呀。3金赶紧加固屏障，把魔王卡在洞口，再由赤尘放火猛烧。这点火是烧不死我的。魔王依然很张狂。我从背后出招。那这把火怎么样？我的诛火是自古以来最强的，毕竟其他凤凰都是涅槃一次，而我相当于多了半次，火势越大，烧得越猛烈，神火就越纯净，威力也越大。我的诛火相当于3位火凤凰的诛火合力。魔王在降火和诛火的威力下烧得撕心裂肺。
魔兵涌了上来，试图救下他们的首领。魔兵越来越多，3金都快抵挡不住了。这次必须成功，错过这次机会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消灭魔王了。我示意赤尘全心全意，加大火力。魔兵冲过3金的阻挡，一剑刺向我。我没有理会，哪怕死在此处，我也要魔王同归于尽。我耗尽全力，让诸火燃烧到最大程度，然后闭上眼睛。不，是赤尘的喊声。继续！我怒吼道：“谁敢碰我娘亲？”是安安。只见安安一团降火拍了过来，魔兵瞬间就死了一片。爹娘，加油！有了安安的帮助，我们短期内不再需要顾虑魔兵。魔王也已经被烧得失去了挣扎能力。终于，族长带着援军赶到了，安安的降火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。81天，魔王终于被烧得神魂消散。又过了半个月，剩下的魔兵选择了投降。西池秘境，你跪下！我的声音打破了秘境的宁静。我没错，安安反抗道。要不是我，娘亲可能就死了。你这么冒冒失失跑过去，要不是有龙金在，你可能1秒就死了。我气死了。你的生命比娘亲更重要。我再次强调。可是安安觉得娘亲的生命更重要。安安忍不住哭了起来。小凤凰宁宁也跟着流眼泪。赤尘连忙抱起宁宁，轻轻地摇晃哄着，一脸女儿奴的样子。爹，你说话呀！安安见赤尘不发话，索性点名把赤尘拉入战局。赤尘点头，安安说的对，燕燕的生命。我眼睛一横，赤尘就不敢吭声了。爹，你就是个妻管严，真没用。安安忍不住鄙视。我乐意。臭小子，你以后有本事别妻管严。我才不会呢！我要成为麒麟族族长，凤凰族首富，以后大家都得听我的。赤尘听不下去了，麒麟族现在就我和你2个人，那我也要当族长。风吹过来，桃花悠悠，我舒服的忍不住眯起眼睛。爹娘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战争结束了，我现在很幸福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